这部影片主要在说明最近大家比较常问的一些问题。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把之前画的那个图再重新产生出来，然后从那张图里面知道它的提示词等等的相关的参数。首先呢，找到你之前产生的那张图，产生图呢都会放在 Output 底下。如果你是用 Text to Image 的这一个功能的话，你就到这个资料夹底下找到你产生的那一个日期。假设我想找到的是这一个，那我想要知道那张图的参数是怎么产生的，所以比如说是这一张好了，我想要知道这张是怎么产生的，然后我就从这里的功能找到一个叫做 PNG Info 的这一个，把它点下去，然后把这张图呢拖移到这里面去，它就会把我算这张图的参数把它给列在右边。这时候你就按 Send to Text to Image 这一个功能，把它按下去，它就会把所有的参数呢放到它对应的位置上。比如说，这是正向提示词，这是反向提示词等等的，你的步数啊，你用的一个取样的方法都会写上去。如果你额外有用一些就是其他模型的话，它会帮你把它加上去，就自动都加好了。所以你可以按下产生，可以再产生跟刚刚完全一样的图。Restore Face 的功能就是修脸，所以这个要记得打勾，这样算出来的脸才会比较漂亮。如果想要算比较大的图，但是显示卡的等级又不是很好的话，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不要直接调这里的尺寸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功能，把它按下去以后，在这里呢可以选择步数，一般都设成20，然后这个呢就可以，就是数值越小的话就接近原图，数值越大的话就跟原图就会差比较多，所以一般我都设成 0.45 或 0.5。这是放大的倍率，原来是648乘880，然后你放大 1.7 倍的话，就变成1101乘1496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在这里设成1101乘1496的话，有可能因为你的显示卡的等级不够而导致算不出来。好，所以一般我们在看效果的时候，会先这个不打勾，算好以后决定了我们要的效果以后，再把这个打勾。这时候你就可以按下产生了。CFG Scale 这个部分呢，如果它的数值越大，就跟你上面的提示词有比较多的一些相关。如果它的数值越小的话，往这边移的话，它就比较跟你的提示词没有关系，所以一般都设成8或10这样。另外，我们使用 PNG Info 进来的话，它的 seed 就是它那个时候的种子也会一起进来。这张图就算好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档案总管。这里面有2张图，一张是我们之前算的，一张是后来算的那一张。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大小，一个是648乘880，那另外一个就是1096乘1496这样，所以档案就变大了。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节省你在测试时的所需要的时间。回到我们的那个 Stable Diffusion 里面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是算出来的图，下面就是跟图有关的一些参数。其中一个呢，其实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这一个，这就是我们的种子。
种子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是相同的种子的话，它产生的图就会很类似，所以利用这个功能呢，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上面的提示词了。比如说我想要换不同的样式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词。有些提示词我们其实可能想要把它换掉，比如说这一个咖啡店的这一个晚上坐着什么约会之类的都把它删掉。然后这个衣服的样式你可能想要把它换掉，这要说明一下啊，这个括号代表是你要强调这一个 tag， 比如说这是有领的衬衫，你要强调它，所以你就后面这是权重，权重越大就代表说你希望这张图出现的机会越高，权重越低当然就越不会出现这样子，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来调整。那另外有一个你不希望它出现的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中括号，这就代表说你不希望它出现。那你可以放在这里，可是因为我们只是希望它出现的几率权重比较少一点，我们可以放在这里用中括号。所以你希望它出现的话，你就用小括号；不希望它出现的话，就用中括号。你希望它出现的比例高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加上权重，这是权重。那后面这一个呢，我们把它删掉好了。比如说下雨啊等等的啊，发型什么，我们都把它拿掉。然后我们再按一次产生。因为我们在测试中，所以这个不要开，把它关掉。所以它变成另外一张图了。但是因为我们是用同一个种子，所以它的图长相就会很类似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如果想要换其他的衣服怎么办？这边有提供各位一个网址，就是这一个叫做魔咒百科词典。这里呢可以让我们就是比较容易找到一些英文的怎么写这样子。比如说它这里有分类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，这是视角的部分啊。我希望是侧脸的话，那这边可以把它先加进去，它就会产生侧脸。到后来用复制就可以把它贴上去了。然后画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画面。画面这个我们现在先不要改它，我希望背景换一下好了。背景我如果希望有樱花的话，我就把它加上去，这边有樱花。然后我希望它头发，点一下头发，我希望它是长头发好了，把它加上去。然后我希望它的姿势，我看裸露的肩膀好了，把它加上去。好，我先加这个试试看，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回到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里面，在这里先按个逗号，把 Ctrl V 贴上，然后按下产生。你就可以发现到说我们要的东西就很容易，我们希望的效果就这样出来了。所以透过这个魔咒百科词典的话，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到我们要的提示词。那这个也会放在
影片说明里面让大家参考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回到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里面。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样式真的已经改得很漂亮了，我希望下次还可以来用，该怎么做？你可以先把它存起来，这边有个储存，就是这个样式其实就是把你的那个提示词把它存起来，你可以把它存起来。比如说我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我看一下随便好了。我就按确定把它存起来。然后你要使用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。我当然先把它 clear 掉好了，它就不见了。然后你选这一个，你就可以把它 apply。那另外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要换模型的话，比如说我这边有其他模型，你就按下拉式选单。然后这个是重新整理。如果你有新的模型，你把它贴到你的资料夹里面。你的资料夹，你把它贴到你的资料夹里面，放在这里面。可是你忘记了，不是你忘记，你才刚贴上去，这时候你就要重新整理，然后再按下拉式选单，选到你要的模型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有人问到说，他希望能够看到就是在图形在算图的时候的变化，是要到 setting 里面去找到这个要打勾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今天这个影片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